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最近网上流传着这么一个段子，每位男性终其一生所能排出的精液量大约是4斗，当其用完最后一滴精液时，就会冒出一颗上面写着完了的珠子。这虽然是笑话，但是如果精液仅仅是水、果糖、蛋白质和脂肪，以及多种酶类和无机盐，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因为性生活频繁而闹出种种疾病呢？而因色欲引起的种种疾病，也恰恰印证了性欲与寿命之间的关系。因为贪色纵欲是人最容易犯的，也最难改正的好命行为。高道大德曾教导，无常为世间人民，10分之中由色欲直接而死者有其4分，间接而死者亦有4分。已由色欲亏损受别种感触而死，以诸死者无不推之于命，其知贪色者之死，皆非其命。本乎命者，乃居心清真，不贪欲事之人。彼贪色者，皆自戕其生，何可谓之为命乎？至若依命而生，命尽而死者，不过1-2分耳。由是之，天下多半皆枉死之人。由此，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，贪色纵欲者不仅不能尽天命，更是慢性自杀。中医认为，肾为生命之本，并受先天父母的元气积藏于肾。肾气足，则五脏六腑功能协调，容面光泽红润，精力充沛，抵抗力强，不易生病。肾气虚则反之。为了便于理解，我们来举个例子。古人认为天人合一，现代医学也证明了人的生理结构、活动规律和大自然极其相似。例如，由于人们滥砍滥伐，造成森林覆盖面越来越小，森林失去了调节的能力。因此，这些年不是旱就是涝，水土流失严重，土地沙漠化，部分地区发生泥石流，长江、黄河的河道两边出现塌方，尤其是近几年，一些城市经常出现沙尘暴，给人们的生活、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。因此，只有植树造林、固沙防风，才能避免这些危害。与此相似，人由于贪色纵欲，造成精气外泄，肾气不足，导致精神不振、腰酸腿软、体虚乏力、头昏耳鸣、口渴盗汗，睡眠质量不高，抵抗力减弱，从而百病滋生，寿命减短。这就是现代人经常说的10人9虚。针对此种现象，市场上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补肾药，可是这些补肾的药只能治表不治本。因为肾虚的根本原因是纵欲，补肾的最好办法就是节欲，药物只是起到辅助作用。有人可能会说，现在市场上不是还有很多声称能治疗各种性功能障碍、快速恢复男人雄风的药品和保健品吗？这些药难道也治不好肾虚吗？殊不知，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性药、春药，是让人加速死亡的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谓的性功能障碍，是由于人贪色纵欲、邪淫造成的生理上、心理上的疾病，也不仅仅是肾虚的问题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去了解造成性功能障碍的根本原因，节欲养肾，慢慢恢复，却想借助药物继续去纵欲，这无疑是何泽而渔。这须臾的快感是以透支体力、精气为代价的。精气于人如有氧灯，最后身体被掏空了，油尽灯灭，不死也得残。所以中医对肾虚总的治疗原则是培其不足，不可伐其有余。借助药物纵欲与此原则正好相反，雄风未振，精气全无，离死不远。由此可知，贪色纵欲不仅能让人速死，还不能尽天命。因此，每个人都要学会节欲。那么，如何节欲呢？人的行为包括身口意3个方面，因此节欲也要从这3个方面下手。首先就是要洁身自好，夫妻之间的性生活要节制，除此以外不能有其他的性关系。现在性病泛滥，艾滋病的病毒携带者和死亡率呈大幅度上升的趋势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共有1880万人死于艾滋病，仅去年就死亡300多万人。现在每天有16000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，非洲有10个国家的感染率超过10%。仅南非一个国家就有500万艾滋病病毒携带者，每年有25万人死于艾滋病，全国更是有10%以上的人口是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。目前，艾滋病已成为该国最重要的问题，
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，以至于南非总统不得不亲自出来号召大家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。尤其是斯威士兰，全国有将近40%的人都是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，真可谓是灭顶亡国之灾。而性关系混乱正是造成这场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其次要注意语言表达方式，不讲黄色笑话，不讲荤段子，不讲能让自己和别人起淫念的话。有些人就是听这些低级下流的话而起心动念，逐渐走上犯错误甚至是犯罪的道路。我们要知道，最难消除的就是人的意淫。意淫是由于扎根于人的意识中的淫念产生的，淫念时有时无，随境而生，随境而灭。产生时，人们往往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，不能自禁；消除时了无可得，无人知道，因此心安理得。意志薄弱的人常常会深陷于此。有的人可能会产生羞耻心和恐惧感，但转瞬即逝；也有的人认为我只是想一想而已，又没有做什么事，也没有危害到别人，有什么关系？这些想法很容易让人自我放纵，意识不到意淫的危害性。其实意淫对人的危害非常大，如果经常放纵自己，产生意淫时不去抵制它，消除它，长此以往，意淫在意识中扎根越来越深，在一些场合就会用淫秽的语言表达出来，逐渐的认为实际做做也无妨，潜移默化，慢慢的就会走上犯错误甚至犯罪的道路。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。其实很多人也知道意淫是不好的，但都自信自己会控制好，不会犯错误，没有意识到意淫对人的意志的腐蚀性是巨大的。此外，意淫对人的身体也有很大的危害。中医名著《景岳全书》中说，心为君火，肾为相火，心有所动，肾必应之。太上感应篇直讲中说，因人身的精散在三焦，荣华百脉，即欲火一动，何俱流通，都从命门出来，极是可怕。意淫则精气外泄，长此以往也会肾虚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些没结婚或没有性生活的年轻人也肾虚的原因。明代高道宝阳子也曾说过，大凡见美色而起贪爱，是身体奔逐于声色之中，叫做外感之欲。夜深睡在床上，念念想得到美女的陪伴，因此淫欲之念如火焚心，叫做内心之欲。凡贪爱于美色，身心二欲就缠绵不断，最是损精伤气，因而容易感染疾病。如果能远离色欲，那么精气不漏泄，肾水自然滋生，并可上交于心。不思美色，心中常清朗，即能使心火不上炎，而可以下交于肾。水火能获调剂，身心的一切疾病即可消灭。这就叫善调身心，不用药而可使疾病豁然痊愈。最后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印光大师开示的能对治色欲的3个小窍门。印光大师认为，想要消除色欲的祸害，不如在见到一切女人的时候，都对她们做亲人相、冤家相、不敬相。亲人相即看到年老的女人，就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母亲；比自己年长的女人就当作自己的亲生姐姐；比自己年少的女人就当作自己的亲生妹妹；更年幼的女孩就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。纵然淫欲心很强烈，也断然不敢对母亲、姐妹、女儿产生邪淫念头。看一切女人总是作为自己的母亲、姐妹、女儿，这样理智战胜情欲，情欲自然无法产生。冤家相，如果见到美女就产生了爱心，由于爱心后来堕入恶道，长劫受苦，不能解脱。这样一来，所谓的美丽和娇媚就比劫匪、小偷、虎狼、毒蛇、蝎子、砒霜、鸩毒的祸害还大百千倍。对于这样极大的冤家还恋恋不舍，岂不是迷上加迷吗？不敬相，动人的美貌只是外面的一层薄皮，如果把这一层薄皮揭开，那你就不想再看了，因为里面都是骨肉脓血、屎尿毛发，乱七八糟聚在一起，没有一样东西讨人喜爱。但就因为一层薄皮盖着，人们就对它产生了爱恋。花瓶装上了臭大粪，人们就不会玩上它。美人的薄皮跟花瓶一样，所装的东西比大粪更臭，怎能爱恋它的外皮而忘了它皮肤里面的各种脏东西，产生各种各样的妄想呢？
如果不能战战兢兢、痛切地改掉爱恋美色的习气毛病，那就会只看见她美丽的姿色，致使爱欲毒箭深入骨髓，自己不能把它拔出。平时这样，要想死后不进入女人的子宫投胎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进入女人的子宫还可以将就，要是投进母畜生的子宫，那岂不是更为凄惨？当你试想一下这样的结果时，就会心惊肉跳，恐惧不安。所以，想要在见到女色的情况下不产生爱欲心，就必须在没有见到女色的情况下，常做上面所说3种观想，这样等见到女色时，就可以不被女色所诱惑。否则，纵然没有见到女色，心里始终想着女色，最终还会被淫欲习气所束缚。因此，只有认真清洗心中贪爱美色的坏习气，才有可能获得解脱自由。此外，每天除了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和其他分内事，还要专心称念阿弥陀佛名号。早晨和晚上在佛前结成忏悔无始劫以来的宿业，这样久而久之，不仅可以戒除邪淫的陋习，还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不可思议的利益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